丁五郎，陛下，你那耳朵是怎么了？前王跋扈，蔑视官家天威，欺凌臣等，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！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，连九郎都老了。陛下，今日朝会，献俘之典已毕，所宜之事，可严制廷议。韦命侯等方入朝，宜赐宴，以示圣恩。好。陛下，前世割据东南，分国裂土，有损国家统序。现如今，竟公然毁坏国法，刑求朝廷大将，其僭越跋扈如斯，下臣斗胆，请陛下效江南令，兴兵讨之，以求九州之一统。古越前王勤修贡事，善事中国。朕为天子，何以兴无名之兵？陛下昔年有言：“天下梨树，苦分崩久矣。”虽以此言，举兵下金陵。如今轮到吴越，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？丁德玉，末将在。朕使汝将六军迎前王归朝，二意如何？末将敢不效死？而死不足惜意。朕痛惜的是东南梨树和将士们的性命。拟制，罢丁德玉爵衔差遣，贬为房州刺史，本州边管。诺。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，处置了便是。陛下不必懊恼。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杀才吗？自王文博上平边策，萧以阁御朕立殿前司整顿禁军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？时至今日，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，视梨树为实权。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，想要再建立起来，何其之难啊！陛下，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5代前朝。陛下御籍至今不过15年，所谓旧弊易除，积习难改，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。只要天下承平日久，边疆没了战事，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。朝廷再严以军法，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。欲使天下太平，必先求金瓯之一统。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，然则前世坐断东南，于今近100年，传习武王，其统序大政，兵马钱粮，俱自成一统。如今江南事已毕，吴越之事，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。二郎觉得呢？吴越虽为藩镇，是朝廷，却历来恭敬。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，更与陛下有旧。东南13州安定富庶，实赖其力。臣弟以为，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。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，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。朝中纵有所意所图，
亦当谨慎持重。大战方息，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。你们呢？都说说。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粤语，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。丁某之事，前王基于义愤，事出有因，并无跋扈之意。臣观吴越之兵，临阵殊无怯色，行军时法度颇严。金陵之事，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，亦不至有此惨事。依尔等观之，若要取13州之地，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？臣不敢欺瞒官家，吴越非江南可比，非得30万兵不可。仲勋呢20万精兵，或可一试。由此看来，国华之才竟不如仲勋。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，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。打成一片白地。逆诏，召前王入朝。主簿，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，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？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，南征之时坏了事，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。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，不肯夺他性命。对这等人，轻不得，也重不得。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？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，奉知州札命，特地在此迎候。眼见着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，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。有次不知死，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。当年陈乔义，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。是。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，待到日后思及旧事，终归是要召我们回京的。是。回去。哎，什么酒量？离世国除，天子此时召大王进京，其意恐有不善。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，若大王退位搪塞，恐怕遗其口实。诏书出京之日，兵马
怕是已经备好了。哎，那不至于。江南之役，大王亲冒矢石，有功无罪。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。书生之见，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。先前在南唐李氏身上已经用过一招，若是不去，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。若是去了，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。南唐灭国后，南方藩镇仅余大王与泉州陈弘敬。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，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，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。此番公然下诏相召，其用意殊难意料，去与不去，各存利弊。大王须慎思之。阿俊若是再为监国，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？真是吗？当真无碍的吗？臣不知道，大王恐怕也不知道。若大王和王妃居留京师，世子需做好全摄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。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，你会后悔吗？自阿舅、阿兄归养之后，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，往来的商船，要么直入钱塘，要么转播去台州的博弈坞。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，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。倒是也不坏。没了黄龙社，也没了黄龙旗，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。黄龙岛这个名字啊，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再设好的歌舞宴席，终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。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，早就破败了。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，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。桃花岛，好听。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丘宫口误，唤黄龙岛为黄花岛。哎，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一别近30年，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。从乱世走过来，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。我东南鱼虾肥美，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，放一任东南的外父，如何？大王为一国之君，须知王者无戏言呐。愉快置酒，岂一个仙字了得？你若肯来，姑当亲为庖厨。君有赐，不敢辞。
天气有些炎热，大王可是身子不适？无法，就是想起些旧事。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，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内头，并非有意怠慢大王。亲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道。城中10余万人家，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。不要说亲王宰相，便是天子六军，也不敢与其争道。都说肉食者鄙，却不知自古志士民军贤相宵衣干食，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。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？如何能忘？有庇护众生之德者，方是真菩萨。当年开运之乱，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，法名唤作慧明。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，一手烧猪肉，却是烹得鲜甜软糯，入口即化，京师内外远近闻名。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，须得提前月余相约。今你的世门不结婚吗？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。他只烹，自家是不做事的。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，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。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，恭迎大王觐见。臣等参见大王。臣吴越前处，不敢当。陛下口诏。臣前处后诏。半身衣甲半身台，连横阡陌菜花开。故人缓缓归何处？昔日前郎今又来。请晋王代奏天子，加翁先武肃王有训，待陌上花开之时，可缓缓归矣。大王，可识得此曲？万年欢。任双金五马，飘转南北。绿柳干塘，都是使君亲旨。九哥，以为如何？晋王太谦了，前处当不起。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，朝野上下无不称颂。光义当时年方8岁，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。天下英雄前九郎，这一阙万年欢，九哥若当不起，天下谁人当得起？人好多呀，陛下仁德。上一遭来时，还是满目疮痍。九哥上次来，城内满打满算不过8、9万丁头，再加上构成躲避兵灾的流民。去年9月，3司户部上奏，东京民户、军户合计
98236户，丁口825577，较开运4年涨了足足10倍有余。28年，兔走乌飞，元朗兄不容易。晋王为开封尹，也不容易。得九哥一句不容易，小弟足慰平生。阿娘阿南，凡事务须仔细，此行恐有不善。怎么了？奏乐的是引农职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。曲词的最后一句是“攻城了，却引东山”，算违规贺相识。东山，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下吗？天子这是告诉阿爹，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，是所谓攻城了。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，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；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，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，便难说了。花开得真好。笑得也好。二位大王，请下马吧。天子在崇德殿相候。陛下有旨。陛下有旨，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履上殿。此非人臣之礼，臣前处不敢奉诏。九哥。勿下马。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？九哥祖父3代，替朝廷安抚东南，赡养梨树，有大功于国家。陛下常言，若无前世，则东南13州70年之太平，不复有矣。入朝不趋，战败不明，尽忠骑马，见礼上殿，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，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70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。来。下有敕，今日长朝由王相公押颁，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独见。臣奉诏。我想去看看。
九哥在这殿上，刀子都动过了。这“剑履上殿”4个字，29年前便已实至名归了。臣前处不必拘礼，自己找地方坐。阿兄缺了长朝，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。啊，尝尝。哎，多谢阿兄。不是这柄刀子吧？嗯，那把鱼吻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。哎，谢陛下。手艺如何？陛下亲简了。